有人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意识构成的，意识构成了宇宙的一切，认为意识决定了一切，甚至认为宇宙中一切的存在都是虚假的，一切现实世界都是人的意识虚构出来的。这个看法是错误的，本末倒置。也有人们对意识的认识走到另一个极端，认为意识本质就是物质，或者是物质的一部分。还有人认真在分析研究意识的化学成分是什么。还有经常出现的一种唯物主义的错误认识，物质决定一切，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次要的。这种唯物主义看不到意识才是一个人的核心，没有人知道。意识灵魂。生死轮回。人的思想意识本质是什么？一个人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人的身体，一部分是人的思想意识。思想意识有时候简称意识。人的思想意识是人大脑中带电粒子、离子的运动形式。意识不是一个具体的物体，也不是物体的一部分，是物体的运动形式，本质上属于信息，因为信息的本质就是物质的运动形式。一个人区别于另一个人，关键的是思想意识的不同，而不只是人身体的差异。人的核心是思想意识，人的身体只是人思想意识的一个载体，身体的差异是无关紧要的。人身体如同电脑主机、键盘、鼠标这些硬件，而思想灵魂如同电脑的程序软件。人身体如同手机，思想意识如同手机里面记录的内容和运行的程序。我们把认识的对象分为是和物，称之为事物，像我们眼前的一棵树，一条河是物，那树的生长、河水的流动就是事。意识明显属于事的范畴，不是什么物体粒子。说意识有多少质量、多大体积，这个就荒唐了。人类的意识是怎么起源的？人的意识，或者说猫、狗、牛、猪等其他动物的意识，是怎么产生的呢？也就是意识的起源问题。原来，在地球上，从几十亿年前孕育生命开始，从简单的生物进化到后来的高级生物，一直到我们现在的人类，都需要时刻控制自己的行为。生物控制自己行为，随着生物的进化，是越来越复杂。生物在1万年的进化中，因为控制自己的行为而逐渐产生了意识。把人的身体的运动比喻是电动机的运动，而意识就是控制电动机电源开关的运动。地球上一切生命起源于几十亿年前的闪电，闪电击中空气中的氮气和其他气体，再落入水中，利用了水和空气制造了复杂的大分子，形成了氨基酸和某些蛋白质。氨基酸和蛋白质产生了某些最早期的能够自我复制的病毒类简单生物，然后一步步向复杂高级发展进化。生物一个基本特性就是避害趋利，遇到伤害自己的事情，比如有动物要来吃掉自己，要赶快离开；遇到有利于自己的事情，比如遇到食物，要靠近。早期的生命只能简单的逃离或者靠近，所以这个控制行为很简单，就是控制前进和后退的。相应的意识也很简单。后来生物进化的越来越复杂，可以对声音、光线、温度、气味、物体的接触、加速度、运动等刺激做出反应，这样产生了许多感觉系统，相应的产生了许多控制系统。人体对感觉系统收集的信号进行处理，把信号处理好，再反馈到身体各个部位，来控制、协调身体各部位做出相应的动作。这样意识就变得很复杂了。由于意识变得很复杂，意识又分离出另外一种专门控制、调节意识的特殊意识。这些特殊意识包括自我检测、自我确定、自我否定意识等，常常又被人叫潜意识、本能意识，就像控制电脑普通应用程序的操作程序。比如我们手机安装了许多应用程序，但是我们的手机有安卓版、苹果版操作程序来控制这些应用软件，电脑有微软操作系统等。从早期简单的生物一直到现在复杂的人类，意识都是生物体内电子和离子的运动产生的。运行意识的电子和离子虽然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其运行的环境，生物的大脑和身体，在几亿年的进化过程中发生巨大的变化。相应的控制意识这种运动形式也是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高级。但是也有生物向简单化方向发展，比如有的病毒进化的越来越简单，有时候
生物选择向更简单化方向发展，更有利于生存。这样，在我们地球上形成了两种对立的、强大的生命形式：极度简单的病毒类和极度复杂的人类。一般生物的寿命很短，毫无疑问，生物可以通过基因把一些本能意识信息遗传给下一代。生物的意识进化经历了很多亿年，下一代一出生就自带了上一辈的部分意识信息，特别是一些本能意识。低级的意识只是被动的对外界的刺激做出反应，高级的意识活动并不一定非得有外界的刺激。人在没有外界刺激的时候也可以进行回忆、冥想、脑补、虚构、描述等思维运算活动。意识和生命一同进化，意识和生命一样，也是生物进化而来的。这个就是意识起源的进化论。3. 一个人的意识量是多少？物质是由空间和物体组成，意识不是物质，不是物体粒子，也不是空间，不能用质量、体积、能量来描述。由于信息的本质就是物质的运动形式，意识属于信息范畴，意识的量只能用信息的量来表示。现代科学研究发现，一个成年人的大脑意识信息量大约为8000亿个 GB， 相当于100亿部内存为80千兆智能手机的内存。4. 意识和物质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应当客观地认识到，意识只是物质的运动形式，是大脑中带电粒子、离子的运动过程。意识虽然不是物质本身，但是意识需要物质作为载体，需要物质的参与，不能脱离物质而单独存在。就像宇宙中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有物质参与其中，不存在脱离物质而发生的事情。人的意识思考活动过程就是大脑中带电粒子的运动过程，人的大脑运算就是依靠大脑中带电粒子的运动来完成的。由于物质是由物体和空间组成，所以物体可以作为意识的载体，比如人的大脑就可以储存人的思想意识。有人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意识构成的，意识构成了宇宙的一切，认为意识决定了一切，甚至认为宇宙中一切的存在都是虚假的，一切现实世界都是人的意识虚构出来的。这个看法是错误的，本末倒置。也有人们对意识的认识走到另一个极端，认为意识本质就是物质，或者是物质的一部分。还有人认真在分析、研究意识的化学成分是什么。还有经常出现的一种唯物主义的错误认识：物质决定一切，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次要的。这种唯物主义看不到意识才是一个人的核心，没有认识到一个人区别于另一个人，关键是思想意识的不同，身体的不同反而是次要的。我们怎么正确地认识物质和意识的关系？伽利略说过，我们五官感觉到的世界存在是虚假的，而真实存在的是几何世界统一场论。百度统一场论第7版可以搜到，进一步指出，宇宙是由物体和空间组成的，其余统统不存在，其余只是我们观察者对物体运动和物体周围空间本身运动的描述。我们看到的颜色是不同频率电磁波，本质是光子，刺激我们眼球的结果。没有人这个观察者，就没有颜色。我们听到的声音是空气中不同波长纵波波及我们耳朵的结果。没有我们人去感觉，就没有声音。热冷是我们观察者对分子剧烈运动程度的描述。没有我们人这个观察者，不存在冷热的概念。物理上的动量、能量、力、时间、场、质量、电荷都是我们观察者对物体运动和空间本身运动描述而产生的，而描述过程就是人的意识活动过程。所以宇宙如果没有意识的存在，很简单，只是存在着物体和空间这两个东西，而别的都是人意识的描述，本质上都是意识的一种活动，不是真实存在的。我们既要明白物质是意识产生的基础，又要明白物质世界虽然丰富多彩、千奇百怪，但是除了物体和空间这两个基本东西以外，其余都是我们人大脑运算的结果，都是人对物体运动和空间运动的描述而已。换句话来说，你看到大千世界为什么是那个样子，正是你描述的那个样子。甚至我们说的运动都是人的意识活动的结果，
如果没有我们人的描述，宇宙中不存在运动状态。不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没有我们人这个观察者，也不存在静止状态。物体在空间中的运动过程，就是我们观察者对物体在空间位置不断的肯定、否定、肯定、否定、肯定、否定这么一个过程。在没有观察者这种情况下，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存在着物体和空间。讨论描述物体和空间是静止还是运动是没有意义的。